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会打鼾吗？打鼾是一种毛病，而且呢，还影响枕边人的睡眠。人一旦肥胖的话呢，他的气血就很沉而厚，于是呢，它会压迫喉咙这个气道变狭隘了。变狭隘的时候呢，就会发出声音来。跟大家介绍3个穴位，都是自己比较容易碰着着的，它能够祛痰，能够治疗打鼾，非常好的一个穴道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，很高兴邀请到胡乃文医师来到节目现场。胡医师您好。你好，所有的观众大家好。胡医师啊，我们人活着每天都要呼吸嘛，为什么在白天的时候没有听到人家打鼾，一到晚上睡觉，这个鼾声就出来了？白天的时候，因为人是整个在精神是紧张的状况，第一个站着，这个气道都是通的；第二个，你白天的时候呢，一直是有精神的状态啊，所有的肌肉啊都是在紧张状态，所以不容易发生打鼾的现象。而睡着了的时候呢，因为你睡着了，所以你的所有的肌肉都已经开始在放松。那肌肉放松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躺着的时候，你的这个舌头是会往下压的，咽喉、鼻咽腔这个地方的肌肉本来是一个管子是直的时候是通的，等到放平了，它就上下因为重力的关系而压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气道就已经比较窄小，然后再加上全身的肌肉一放松，那这个时候它压它的机会就更大了。有一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这种人呢，那他的这个氧气的量呢，就几乎已经低到不够用了，这个时候就称之为缺氧。而缺氧呢，有的时候人当他醒觉的时候，这个氧气都补足不过来，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疲倦。所以你看，很多人睡醒来以后都会觉得好像还迷迷糊糊的，因为脑里头氧还不能够立刻充分的供应到。不只是起床之后还会因为它已经是长期的缺氧的话，就麻烦了。所以最简单的改善方式是不是就是说，譬如说有些人是可能平躺容易打鼾，是不是就改侧睡会好点？所有的人平躺的时候都比较容易，所以呢，睡在你旁边的人，假如他打呼的话你可以从旁边就怎么样，让他的头偏一下子。他这样偏一下子，第一个他是会有点醒觉，第二个呢就是偏了的时候，这里的咽喉跟气管这些地方它的结构的关系，你一偏的时候呢，它就拉正了，这个时候就不打呼了。可是等一会儿他又因为习惯又变仰躺的时候又来了。是，那另外还有一个人家也经常提到，就说肥胖的人他是不是更容易打呼啊？大部分都是这样子，因为肥胖的人他所有的结构都来得肥厚，所以表面上我们要快速的改善这个打呼的状况，可能第一个就是减肥咯。肥胖的你就减肥，减肥的话不是说减重而已，是减肥。所以减肥呢，就是说所有身体的脂肪的量都要把它给变得少一点。例如说他有常常鼻塞，或者说所谓的过敏鼻子过敏咽喉过敏的这种人，那他应该改善这个过敏的状态，所以应该求医来把这些事情改善。那中医怎么看呢？打鼾这件事是在那个中医的经络上可以调整。经络方面来看的话，它包含了肝经、肾经、脾经，也就是等于说是足下3阴经。再加上有膀胱经啦、心经啦、胃经这几个经络。例如说有一本书叫做《诸病源候论》，它把打鼾的这种状态，它叫做鼾眠。鼾就是打鼾眠就是睡觉，就是打鼾的睡眠叫鼾眠。鼾眠这种症状呢，他说是一个人呢，他睡觉的时候咽喉这个地方有声音，就叫做鼾眠了。他说人的喉咙里头气在这个地方往上往下这样子跑动，那么气血呢，假如说是调顺的话，就算是睡着了，它也不会妨碍到它的这种宣畅度。可是当你气不和，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冲击到咽喉发出声音来，所以冲击咽喉而作声。那么《诸病源候论》里面呢，除了讲说是气血不和以外呢，还有一个事情，他就是说肥胖。他也是讲肥胖。他说人一旦肥胖的话呢，他的气血就很沉而厚，叫沉厚。
沉而后，于是呢，它会压迫喉咙这个气道变狭隘了，变狭隘的时候呢，就会发出声音来。所以我们只要把气血调理好，对，第一个气血调理好，第二个就是把肥胖改变。那么有的人他肥胖的，我们中医讲啊，所谓的肥人有痰，就是他有痰有湿，所以呢，这种我们就称之为痰湿而造成的。另外呢，还有就是瘦人的话就是有火或者说是血气比较来的瘀阻，就血瘀。于是呢，我们就从血瘀来治疗。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太虚。那么虚呢，很可能胖的人或者是瘦的人都有可能发生。于是虚的人，我们就要用虚的方式来治疗。例如说，这个痰湿的人，我们可以用治疗痰湿的药物，例如茯苓啦、山药啦、白术、薏仁等等这些东西，都可以改善这个痰湿。再下来呢，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血瘀的，血瘀呢，你就可以用到像是丹参、丹皮、桔梗之类的这种去血瘀的这种药物，都可以改善它啊。假如说是气血不足，当然像四君子汤之类的这种处方都可以改善。那肥胖的呢，要彻底清除这个脂肪，而不是只有肉而已。肥胖的话呢，它就是痰湿嘛。所谓痰湿，我们就从痰来啊。痰，你看，例如说我们治疗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子叫二陈汤。二陈汤里头放了2个陈药，一个是陈皮，一个是半夏。那这2个药呢是越陈越好。陈皮半夏能够利湿，能够化痰以外呢，茯苓跟甘草呢，茯苓也是利湿的，所以它就是把痰湿去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除了痰湿以外，那么假如说你还想让它的痰湿再更多的去掉的话，薏仁啦、泽泻都可以放进来。理解。那可不可以透过什么穴位？可以啊，我们有很多的穴位可以用啊。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3个穴位，第一个叫做曲池穴，第二个叫做中脘穴，第3个叫做迎香穴。曲池穴它的位置啊很容易找。就在这个手的手肘上头啊，当你把你的手心向着自己身体的时候，在手肘弯凹陷的位置，轻轻的压按下去，就会觉得酸酸的。那么这个觉得酸酸的时候呢，你甚至于可以多揉一下子，然后把这个鼻子跟呼吸道，你让它故意的深呼吸，动它一下子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中医学上特别叫它做动气疗法。这样动一下子，你说一边按一边按一面故意让鼻子深呼吸动一动，然后让咽喉动一动，因为它这个是大肠经的穴道，但是大肠跟肺相表里，所以这个穴呢压了以后，可以使得鼻子这些地方跟肺有关系的几个部分都调动了。第2个穴道中脘穴，中脘穴呢，它是在肚脐往上4寸。在正中心的位置，这个穴呢，它能够祛痰，能够治疗打鼾。它是怎么按？就是往下按，就轻轻的这样子按，而且可以稍微轻轻的不动的揉，这就可以达到祛痰，而且呢可以止鼾的。我们再谈一个迎香穴，它可以使得鼻道非常的畅顺，所以呢可以迎来香气，就是可以闻到香气。当然可以闻到香气，也可以闻到臭气，是一样的意思啊。但是它叫做迎香，它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脾翼旁开5分的地方，所以5分就是1寸的1半，叫做5分。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找，不是把它压到鼻翼，而是压到这个穴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好像吸气有点受阻，那个穴就对了。迎香穴呢，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使鼻子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好，舒缓鼻黏膜发炎，使得充血状态就缓解了，就不容易打鼾，而且真的能够治病。那讲到这里啊，我们也替观众朋友再问一下，那么日常生活可以做哪些好习惯啦，或者养成什么样的一个做法，可以避免这个打鼾？其实养成一个好习惯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容易有气道比较肥厚的这个现象的人，多半都是虚弱的或者太胖的这种情况。那么你要怎么样让这个胖改变，虚弱改变？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是适当的规律的运动。所谓适当规律，那也就是说每天都做的。再来，不要喝那种含糖量特别丰富的那种饮料。另外呢，就是睡眠充足。再来呢，避免食用安眠药啦、镇定剂啦之类的这些个神经用药。
这些药呢，它可以使得你睡得太过于沉了，以至于连推都推不动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也容易得到这种打鼾。而另外呢，侧睡，因为人一侧睡了的时候，气道又重新恢复它原来的那种畅通状态。还有呢，就是改善胃食道逆流，胃食道逆流了，这是胃酸过度的分泌，以至于贲门这个地方呢，它有的时候突然的松开，让这个胃酸往上逆流。还有呢，不要抽烟啦，不要喝酒啊，这些所有的状态都已经改善了的话，我想打鼾的机会就少很多了。我收到一个观众的来信询问，就说，会不会是因为他鼻塞所以容易打鼾？是鼻塞解决了，打鼾就不见了？中医有一套理论，就是说让这个气血循环往下走，不要总是在上头。有一种病叫做上盛下虚，还有一种病呢，上热下寒，就是热老在上头，下头是寒的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你可以让他的气往下走。往下走的方法，在中医药有药物可以让它往下走，比较重症的药物，例如磁石啦、石决明啦、苏子这些，可以把气往下走。古时候有一个药方子叫苏子降气汤，以前有一个药方叫做黄连汤，这些都是让上面的气往下面走。这个时候呢，上面的气就不那么盛了，就改善了打呼的现象。另外呢，常常按压你的脚底的涌泉穴，就可以使得这个气往下走了。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很困难去老是压这个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建议可以让这个脚呢，常常在打光脚的时候，在一个石头上面踩一踩，使气也往下压了，这种病情也能够被治好。各位朋友，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，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。